大家好，歡迎來到文昭談古論今。自從2026年4月13號美軍開始反向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以來，到我今天做這期節目已經過去了大約10天了。伊朗的殘存海軍是蹲在海峽裡頭，美國的10多艘軍艦加上強大的監控系統是蹲在海峽外面，形成了非常罕見的雙向封鎖格局。由於霍爾木茲海峽在國際海運上的索要地位，也由於中國對這個通過海峽的能源線高度依賴，那封鎖這個事情呢，就成了與中國的利害高度相關的事了。封鎖個1-2天啊，中國還能置身事外，但時間長了肯定不行，勢必就會有中美之間的直接碰撞。那麼真正較量的時刻就到來了啊！拒絕廢話，一句話總結就是：習近平，你到底有沒有實力迫使美國撤銷封鎖啊？或者是你敢不敢派你的軍艦伴隨中國的船只硬闖海峽呢？那這裡就沒有什麼可吹牛可比劃的空間了，必須用實際行動來說話。而現在體現出來的呢，就是在這種硬碰硬的較量面前，習近平已經開始有轉向的跡象了。他前幾年鼓吹的那個東升西降，正在變成東縮西也縮。那這個縮了以後呢，會對中國的社會方方面面都帶來影響的。咱們節目當中很多網友留言說啊，我們只是這個時代的塵埃，這個世界大勢變了，我們又能夠如何應對呢？實際上啊，中共的每一步政策的重大轉向都會涉及到普通人生存策略調整的問題，越先覺悟到的越會先受益。特別是中國上了歲數的人，經過了中共政策調整各個階段的人都有這種感覺。那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應該怎樣避坑，怎樣調整生存策略呢？今天我們都會談到這些問題。什麼叫做東縮西也縮呢？以中國為視角往西看啊，就是印度洋和阿拉伯海這個區域，正是美軍的重兵集結之地。馬上第3個航母戰鬥群也要趕來了。在我做這期節目的時候，布什號航母打擊群已經繞過了非洲的好望角，正在北上呢。估計幾天之內就會和林肯號打擊群會合。川普是在4月21號這天又延長了對伊朗的停火。但是呢，他在霍爾木茲海峽外的兵力集結仍然在加強。那是不是川普也是在爭取時間，為有可能的更強打擊積蓄力量呢？最起碼從行動上沒有排除這個選項。那麼在這種時刻，如果中共的軍事力量出現在和美軍同一敏感的區域，也有很強的集結，也有很大尺度的動作，那顯然是敵对意圖太強了。所以在這個方向上要有所收縮，這叫做西縮，要避開美軍的鋒芒。那什麼叫做東也縮呢？重點就是指台海這個方向。2026年第1季度中共解放軍的軍機活動明顯呈現出了先高後低的趨勢。1季度的累計，中共解放軍繞台的軍機頻次，台灣國防部偵測到的是654架，比起2025年的第1季度大幅度下降了 46.5%， 幾乎減少了一半。但是軍艦的活動頻次大體上與去年第1季度持平。對台灣空中威脅的暴跌是中共軍事上的大收縮，也是政策將要發生轉向的標誌。你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去中國訪問，不就發生在4月份嗎？這都是中共瞅着風頭對自己不利，先把拳頭收回來，另一只手遞上棒棒糖的動作。但是目前這個東縮呢還是有限的，雖然對台灣直接的軍事壓力減輕了，但是漁船在海上大排長城的這個演習還沒有減弱，以及對日本和對菲律賓軍艦加上漁船的協同行動目前也還是保持着和去年同樣的頻次。這也符合中共的決策步驟，先把最熱點降溫，其餘的比較次要的熱點地區很可能也會跟着慢慢降溫，先避免在最熱點的地區去刺激美國。但是呢，也不顯得自己一下子就放棄原則立場了，一下子退縮得太快。現在美國是和伊朗在中東打着熱火朝天，如果你這邊馬上在台灣海峽也軍事加碼，那就有很強的意圖，就是要趁着老美脫不開身的時候，這邊要攻台，於是立刻就會向美國傳遞出一個非常焦慮的信號，那麼中美就提前對決了。那習近平明顯是要避免這種情況。在3月份一期節目當中，我提到美伊的開打迫使中共轉入靜默防禦，但是你停在現在的位置，挖壕溝修工事也算是防禦，對吧？多觀察了1個月我現在更加傾向於認為，中共不只是靜默防禦，而是靜默收縮了，它真的有往回撤、往回縮的動作。
那會不會很多觀眾鬆口氣呢？中共收縮了，那麼中美對抗的風險變小了，台海開戰的風險也變小了，那是不是老百姓就可以安居樂業了呢？你還真別這麼想。習近平衝有他衝的風險，習近平縮有他縮的風險，對普通人來講都不太是什麼好事。中共退縮了，也就意味着他會把使在外面的勁兒往裡使，會更加在內部捲，來彌補這個外部環境變差的損失。同時呢，也是要對社會的管控更加嚴格，來彌補那個統一大業的宣傳降溫，對於轉移國內矛盾的損失。所以大家也就不難想得通，為什麼看到最近墙加高了呢？中共打擊翻牆流量的手段更狠了，以及為什麼中共把反腐的矛头轉向了呢？私營業主和醫生收個3萬元紅包都要入刑事罪了那是在為更加大規模的罰款和沒收財產做準備。所有這些事情都不是孤立的，都不難看得出來，是中共在把使在外面的勁兒收回來往裡使。這是中共目前所處的階段，它固有的矛盾結構所決定的。因為中共的氣數到了這一步了，它原有很多矛盾顯現出來，蓋不下去了。所以呢，他不管幹什麼，老百姓都不會覺得太好過。普通人並不会因為習近平今天不大撒幣了，更加注意力內縮了，你的壓力就有所改變。準確的判斷形勢也是個人正確選擇生存策略的前提。你千萬不要以為又出現了什麼機會的風口，又加槓桿增加貸款去了。那作為普通家庭，你沒有辦法影響環境的變化，就必須採取防禦性的生活策略，你就要收縮消費，能不買的大件就不買，能推遲買的就推遲買，就不要增加貸款，已有的貸款余額能盡快還的就盡快還，這都是面對風險應該有的生活策略調整。所以請還沒有訂閱文昭談股論金頻道的網友果斷地按下訂閱鍵，而且打開小鈴鐺，這樣我們以後才好及時的交流，怎樣把對政經大事的分析和生活策略的選擇結合起來。接下來我們還是一步步拆解開來說，從國際大事說到对中國的影響，再說到普通人的應對。這個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看起來是會延長了，那麼它給中共帶來的難題正在一步步顯現。可能有人會說，你這兒老說中共怎麼為難，難道美國就沒有麻煩嗎？你看川普他在最後一刻又退縮了，又 tackle 了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他本來信誓旦旦地說，如果4月21號這個停火截止日期之前，伊朗沒有和他達成協議，就要把伊朗炸回到石器時代你看看這個停火期又延長了，怎麼又慫了呢？目前是可以確認，4月20號副總統萬斯就沒有前往伊斯蘭堡，這個封鎖海峽以後的美伊第二輪會談壓根就沒有開始。原因呢是在於伊朗的領導層發生了明確的分裂，伊朗的政治領導人本來想為談判創造條件，一度宣布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但是軍方立刻打臉，1天之後又宣布封鎖了海峽，襲擊了過往的船只。所以現在伊朗這邊是沒有說了算的人，也就沒有可談判的對象。川普團隊在幾經衡量之後，還是決定暫時不打出最後一張牌，就是不搞地面戰奪取伊朗的哈爾科島，而是把封鎖延長，看看封鎖還能發揮什麼作用。關鍵是要看財政收入斷流所帶來的壓力，會不會能夠讓伊朗的溫和派與務實派再次佔據上風。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那些軍頭們到底是鐵了心要天堂的72個處女呢，還是要雪茄和紅酒的現世享受？伊朗的確有一大票激進的教士和革命衛隊的軍官，他們有很強的話語權。當他們喊出要為我們的捐軀英烈復仇，要聖戰的時候，其他人出於政治正確，暫時不敢說話。但是呢，這個革命衛隊它是一個龐大的軍事經濟複合體，他們也有家人，也有自己的商業合作夥伴。那這群人就不一定像他們那樣熱衷於獻身了，這個激進的聲音就有可能漸漸弱下去。當然更壞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就是伊斯蘭革命衛隊有可能把伊朗內部打造成一種長期的短缺的战时经济狀態一連維持個好幾年。那到底是哪一種結果，得過一段時間才能看出趨勢。總的來說，我是認為伊朗是不容易維持像朝鮮那樣長期極度短缺體制的，因為朝鮮的情況比較特殊，它主要是游走在幾個大國之間尋找生存空間。朝鮮從吃蘇聯到吃中國，然後再從吃中國到和普京結成軍事同盟，還不時的訛詐一下韓國。而伊朗它並沒有這樣的國際空間，它周邊沒有可以被它訛詐的大款你在地圖上看一看，伊朗的東邊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土庫曼，不是和它半斤八兩，就是比它還要慘。北面是阿塞拜疆，
大約也就是它西側的土耳其、伊拉克和科威特經濟上寬裕一些，但是這幾個國家呢，也不是能夠給伊朗提供幫助的鄰居。基本上，伊朗的經濟問題得靠自己解決。它如果沒有辦法出口石油，那就基本上沒有財政來源，所以扼殺它的經濟比扼殺朝鮮要更容易。有跡象顯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正在迅速的、全面的接管伊朗的政權。不過，誰接管政權，它都不改變伊朗的地理環境嘛。到底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是怎樣一個組織？它和正常的軍隊有哪些不一樣呢？這又是一大篇了。今天這一期放不下，所以我打算把這個話題放在明天的會員節目當中。也歡迎大家踴躍加入咱們 YouTube 上的會員區，談古論今諮議局。您在我們的 YouTube 頻道頁面或者打開任何一期節目，都可以看到加入的按鈕。話說，川普对慫不慫這個事兒他不怎麼在意，他沒有這個包袱。封鎖這張牌的作用還沒有見底，他就不會啟動地面戰爭。現在看起來，他這個決心是定了的。其實你要說川普又 tackle 了，他又慫了，我是一點反對意見沒有啊。比起被人罵退縮可恥，那個地面戰爭帶來的傷亡，對共和黨在國會中期選舉的影響更大。川普這個輕重他還是拎得清的。但是問題也來了，就是川普為了讓封鎖海峽這貼藥更加充分地發揮藥效，也就意味着他封鎖的力道還要加強。所以对中共在霍爾木茲海峽利益來講呢，川普對伊朗慫了以後，客觀上傷害反而更大了。在封鎖海峽的這10來天美軍累計扣查了4條船隻，另外又有20多艘船在接近海峽的時候被美軍勸返掉頭了。迄今為止最激烈的一次攔截是發生在4月19號，阿曼灣上有一艘貨輪叫做圖斯卡號，企圖硬闖霍爾木茲海峽進入到波斯灣。這艘貨輪是從中國珠海出發的，中間曾經停靠在馬來西亞，是以伊朗的阿巴斯港為目的地。4月19號要硬闖霍爾木茲海峽的時候呢，美軍是通過無線電警告了他6個小時但是這艘船無視。於是美軍的斯普魯恩斯號驅逐艦用舰手炮連發3炮，擊中了這艘貨輪的機輪室，迫使它停了下來。然後海軍陸戰隊通過直升機索降登陸甲板，控制了船只。因為這艘船是硬闖封鎖線嘛，也就說明這個船上有伊朗急需的非常緊俏的物資非要冒這個險不可。所以美軍呢就對這艘船上的集裝箱要一一開箱驗貨。這個圖斯卡號是從珠海的高欄港出發的，高欄港是以裝卸化工品而聞名的，所以有報道懷疑這艘船上所運載的是伊朗需要的火箭燃料也就是為導彈提供補給的。川普呢也是在一次採訪當中點名敲打了習近平。5 weeks ago, so we've used this to restock, and they probably have done a little bit of restocking. We caught a ship yesterday that had some things on it which wasn't very nice, a gift from China perhaps, I don't know. But I was a little surprised, because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and I thought I had an understanding with President Xi, but that's all right. That's the way war goes, right? But I will tell you that we have our military is incredible. 除了這起硬上扣押事件之外，這2天在小粉紅群中所傳說的，說封鎖第1天有2艘中國船只闖過封鎖線，後來也被證實是假新聞。在封鎖生效的頭24小時之內，美軍中央司令部證實沒有進出伊朗港口的船只能夠通過海峽。後來又有傳聞說，在中國軍艦的護航下，有中國船只成功闖關。但是呢，也沒有中國大陸以外的媒體證實。在這裡給大家提個竅門就是 CNN 和紐約時報這些媒體，他們比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更加熱衷於打臉川普。所以如果真的有任何消息證明川普失敗了，他們一定會第一時間搶報的。所以如果你只是從什麼觀察者網微信群上看到這樣的爽文那大概率是假的。那這就是很簡單的做牆內牆外消息的對比就能做出的判斷，也是翻牆的意義所在。就是在任何事情上，大家都要消除信息差，你才能夠做出正確判斷。從4月13號美軍開始反向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以來，被媒體公開點名的船只有6至7艘，其中至少有3艘和中國有關係。除了上面提到的那艘被美軍強行登船扣留的圖斯卡號之外，還有第1天闖關不成功折返的復興號，還有4月14號接近海峽然後再折返的 Austria 號。那後面這2艘船呢也是中資的。另外還有一艘船雖然不明確它的身份，但是有可能和中國有關係，就是美軍在公海上攔截的蒂凡尼號。它的國籍不明，是屬於伊朗的幽靈船隊，但是也有可能和中國有關。
照理說啊，現在曝光身份的船只里至少有一半和中国有關，那麼中国应該是一个受到封锁影響的主要苦主，對吧？那應該很高調的抗議啊，按照中共那個戰狼外交的習慣，也應該採取相應的反制措施，是吧？可是你看啊，不管中共的外交部還是官方媒體，表現都是相當低調，只做原則性的闡述，就不提什麼具體的反制手段，也沒有任何暗示中國海軍要保護中國船只闖關。所以你看，在這個場合啊，中共體現出來的是要回避風險，而不是像習近平自己宣稱的啊，面對美帝的挑釁，要敢於亮劍，敢於鬥爭。他做出的是一個收縮的姿態。長期封鎖還帶來一個問題，就是要對伊朗的那個幽靈船隊嚴加盤查。現在的封鎖呢，只是針對進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往來於波斯灣其他國家港口的船只不在限制範圍之內。那麼就勢必發生這種情況，有的中國郵輪可能就假裝進出波斯灣其他國家的港口，但是呢，在公海上啊，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和伊朗的船只船對船的交接，可能從伊朗這邊接收石油，也可能給伊朗運送一些他需要的緊俏物資。那麼這一部分也需要被美軍納入盤查範圍，所以今後中美會有很多衝突機會的。這兩天有很多觀眾網友在問啊，美軍怎麼知道應該攔截哪艘船呢？它可以通過衛星和空中偵察獲取資訊，畫出這些船的行動軌跡，也可以觀察這些船的應答器工作模式，會不會在公海上突然一個地方關閉消失了呢？它也可以監督資金流向。總之，美國有發達的情報網，它有一堆手段來執行封鎖，但是最後肯定會有一部分漏網的。這些漏網有一些肯定也是被有意放過的，因為任何封鎖其實都是有選擇的封鎖，也不是每一艘被懷疑的船都要被攔截啊。被懷疑和採取行動攔截中間仍然是隔了有一段距離的，都是要視政治和經濟需要而定。不過美國有能力實施有效的和長期的封鎖，大部分和伊朗往來的船都會被盤查，這個是跑不了的。長期封鎖還有一個問題已經顯現，就是全球的物流要重排，那麼這些郵輪的行經路線、停靠港口還有日期都要重新排定，於是呢就免不了有物流的延誤，所以郵輪的租金啊、保險費啊都要上漲，所有這些增加的開支都會被算進油價，所以可以確定國際油價會在比較長時間維持在高位。基本上整個2026年全年都會對中國形成比較強的輸入通脹的壓力。這對中國來講呢，還有一個比較顯著的問題，表現出來比別的國家都顯著，就是油價高了以後啊，會對需求產生抑制，中國的經濟活動會減緩下來。這和中國的經濟結構有比較直接的關係，因為中國的製造業還有民生產業，它的利潤都很單薄，對於這個油價上漲帶來的物流成本上漲，可負擔性比別的國家要弱一些，所以企業們就會選擇躺平，減少產出來減少成本。那中國經濟呢，相對而言也就會比別的國家更加容易進入滯脹的狀態。滯是增長停滯，企業躺平減少產出，那自然經濟增長就停滯了嘛。在中國的真相還很可能不僅僅是增長停滯，是衰退加深的問題。而脹呢，就是指輸入性通脹，物流成本上升，還有化工行業上游的成本增加，會拉動整體物價上漲。所以在中國的各位恐怕還得有點抗通脹的意識，還有在受到油價上漲相關行業工作的人，化工行業、塑料行業還有物流行業工作的朋友們，也要有一點被裁員的風險意識。習近平的全球戰略收縮以後，他的整體思路也會發生改變，會變成維穩大於崛起，從那個敢於向美帝亮劍的戰狼思路轉向做長期鬥爭的這種敘事。這個意思呢，就是我幹不過你，我就熬過你，我等你川普先下台，等你美國先亂。那在這段時間之內呢，中共就要加強對內部社會的約束啊，我得穩得過你嘛，所以我內控得加強。那對於在中國的朋友啊，我提出的建議是，如果你現在有出國的途徑，你手上已經有長期簽證了，或者是外國的綠卡，你就得早一點出來。在國內的那些壇壇罐罐，你該放手真的得放手了。雖然這幾年我一直在提這方面的建議，但是的確現在形勢變得更加緊迫了。中共濫用邊控，隨意限制中國人出境，最近是變得越來範圍越寬，也越來越標準模糊了。尤其是那個經濟犯罪的打擊面變得越來越寬。4月10號，中國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剛剛聯合頒布了關於辦理貪污行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的若干解釋。
就把那個民間的什麼行贿受贿還有職務侵占罪的門檻大大拉低了，低到3萬塊錢就夠。作為私營企業主或者醫生，你隨便包個紅包或者轉個賬就夠3萬塊錢，就夠送你去吃牢飯的。你的財產輕則罰款，重則沒收，那這就已經是在為大舉揮舞鐮刀做準備了。那請問你不出來還在等什麼呢？易傳裡面有句話叫做履霜堅冰至，就是說當你踩到了秋天的霜，就應該想到幾個月以後你腳下踩到的是嚴寒的堅冰了。那這個3萬元吃牢飯的標準就已經不僅僅是踩着霜了，最起碼是飄着小雪花了。那你還真等着冰雹來砸你啊？當然，對於多數人來講，並沒有出國的途徑。你如果是走線偷渡，或者是去非洲什麼地方，我覺得也不一定好，那你就待在國內来好了。總之呢，对於中共這個外縮內緊的轉變，不管幹啥的第一步生存策略的調整都是去風險，就一定不要增加風險。有風險的人際關係要及時斷捨離，該止損就止損。你和官員之間的聯繫、利益輸送的關係要及時收手，債務呢要加快清償。去了風險以後呢，就要深藏厚積和不動。財產的配置當中呢，要有一部分抗通脹的通貨。這個金銀價格最近波動仍然比較大，顯得它風險還是比較大，離那個去風險的目標還有一段距離，可能美元現金更為理想。那麼作為沒有財產的更加普通的大眾呢，抗風險的方式就是要增加防身的技能，而這個防身可不是訓練什麼格鬥術應付搶劫，意思是說你要有一技之長，有2技3技更好。這個防身的技能不一定是要衝着那個時髦的專業去，大家都去學 AI 人工智能，那也許等你學出來的時候，第一波被裁的就是你。最好是那種常青的，不容易被完全取代的技術，它不需要高大上。這個頭腦得轉變，未來最重要的是活下去，而不是面子。面子值幾個錢呢？哪怕你會組裝家具，會修水管，沒準都是你勝出別人的技能。原則上是能夠動手的就不動嘴，能夠站着的就不坐着。很多都市的單身職業女性，她組裝不了大件家具嘛，你很擅長這個，沒準就是你未來重要的生存技能。教育孩子呢，也要從小訓練他動手的技能。什麼數學奧林匹克競賽這種事情如果你孩子真的有天分，或者他特別熱愛這個，那還行。如果是一般的話，就不要勉強了。不管是哪些建議，有2點是至關重要，也是我需要反復重複的。第一，就是要學會翻牆，保持翻牆，一直翻牆要縮小信息差，正確了解外界的趨勢，才是你做出正確人生選擇的前提。你要像中金公司郑文祿那樣，整個房地產行業都奶奶樣了，你還在加槓桿，花上千萬買頂層公寓，那真的是神仙都救不了你。再來一點呢，就是以善良待人，越是艱難的環境，越是要傳遞出善意，你才能夠收穫真正的朋友，培養起良好的人脈關係嘛。其實經過疫情這幾年，我覺得大家都有感覺了。一個平時你看起來不怎麼起眼的人，你對他多一點關愛，多一點尊重，在你需要幫助的時候，沒準他就能起大作用你缺退燒藥搶不着的時候，他沒準就能分你2盒。還有在 APP 上你搶不着菜的時候，沒準人家就能分你一些，你和你的家人就能夠度過難關。你生存難，人人都難，這個我理解，但是千萬不要因為你自己難就去額外的擠兌別人。盡量結善緣，在艱難時刻你才有更大的生存幾率。很多觀眾網友建議咱們這個節目談問題談了這麼多，能不能提點具體建議，特別是給普通人的建議，那基本上也就是這些了。雖然有百般技巧，但最終還是一顆心。最後呢，還是說書先生的那句結尾詞：說書唱戲勸人方，3條大道走中央，善惡到頭終有報，人間正道是滄桑。那麼好，今天這個話題就聊到這兒，謝謝大家明天是在會員區更新，那在文昭談古論今這個頻道，下次再見就是星期5了。